啊，您里边请。看看，你别看我们这个剧院有快30年历史了，但是这个里边这几年也是刚刚装修过，挺新的啊。我们还演过不少大剧呢，《哈姆雷特》《麦克白》都演过。麦克白？对，莎士比亚的其他剧目我们也都演过。您这还有历年演出剧目的名册吗？有，我给您找找，那您随便看看。好。哎，您看看。哦，谢谢。没事。这个人还有印象吗？哦，这个演员，我印象中对他还蛮深的，他演得很好，但是当时他们这个剧团内部出现了点问题，钱给的太少了，好些个演员最后都走了。我们当时记得是跟他签了10场，一半都没演上，跟他扯皮了好久跟他们。他一共演了多少场？都是什么时候4场，具体什么时间我还真记不清了，你回去查查。啊，都是10月份，都是周末。好，谢谢。没事。熟悉吧？你一共演了207场麦克白，每一次演出结束的时候，剧院就会放这首音乐，提示观众离场。不管满不满座，你都会站到音乐结束，目送最后一名观众离场。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不管你怎么努力，你的演出依旧卖不了票，剧团亏损，甚至打算撤掉你的剧目。你试着去别的剧团面试，可根本没人看得上你，大家都喜欢那种大开大合的表演。相比而言，你演得太差了。你这种话是什么意思？声音继续向全屋子喊着：“不要再睡了！格莱美是一瓶伤害的睡眠，所以考特将再也得不到睡眠，麦克白将再也得不到睡眠。”算了，你先休息吧。你好，你好。我是刚才饰演麦克白的演员。对，我看您睡着了，
那个，是我表演的不够好吗？大家对表演的理解都太浅薄了。你看，一提到演技就是会不会哭，要么就是一些所谓的学院派，开口闭口都是当下最流行的布莱希特。但斯坦尼的表演体系才是最经典的，体验角色，成为角色，真正存在舞台之上，不是表演，而是生活。真正的表演不应该有任何方法。查拜，查从命令空空一地金空查芒行路，两位这两位空门，把老从尾红门一片空，查头红尾，下嘴红龙马子扛红一带路，轻轻路红爱的发动，到车一个冲，踩买红龙棚，车牌狂龙，这一头空，一买一斗楼。见到纳威那一刻，你知道你的机会来了。你决定完成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表演。我一直搞不清楚，火场里的第三具尸体到底是谁。现在看来，那是你成为纳威唯一的机会。那天你跟着他来到了永安村。提前躲进我家的厨房，你等了很久，直到听见他和我爸妈起了冲突。稍等一下，我给你拿配方。那位先生，我也知道我们家志白跟您肯定有一些误会，他年纪小，不懂事。志白他是个好孩子。那回事的，我没有，我不就近观察，替人生活呀，我不要打我！夫人。
大家，大家，大家好，我是纳维。先生没事吧？照计划进行，该干嘛干嘛。朝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脸上开枪，什么感觉？你杀了他，也杀了你自己。从那一刻起，你就是纳维。往后的10年里，你完美的诠释了这个角色。甚至连他的亲儿子都没发现。唯一美中不足的，就是那支钢笔。尽管你后来找了一支一模一样的，但是假的就是假的。它无时无刻不在破坏你的信念感，提醒你。你是个赝品。住口！331，冷静一点。知道你为什么杀我哥了，不是因为改的。而是他也发现你是假的，对吗？哇！没想到你这个老头手劲也挺大呀。我儿子到底在哪？你真的在乎吗？那天在你家门口，我发现了一个细节。虽然你找了一大帮人来救盖德，但在盖德还没到安全区之前，他们就已经开枪了。所以我觉得吧，你根本就不在乎他的死。但你没办法，你只能演一下，就像现在这样，演一个父亲的样子。被我说对了，没关系，我就跟这个世界上有些父母是一样的，永远都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想要什么，想做什么，只是盲目的给予。因为如果你不这么做，你会觉得自己不配被叫一声爸爸。其实你心里面一直希望盖德死，因为只要他多活一天，你就要多演一天爸爸。你好自私哦。你懂什么？
一个父权社会下的成功男性，他的爱是必然的，也是无解的。他的核心是一个只爱自己的父亲，他绝不可能爱儿子超过他自己。他。难怪那只李笑妹不是你的 DNA， 你根本就不是个爸爸，你是个替身。让你闭嘴！难怪这么多年你一直没有公开露面，连自己儿子也不愿意见。你是怕露馅吧？就凭你编的这一段什么父权社会意识形态，就能当一个父亲的支撑点？你记得你自己父亲长什么样子？你当过父亲吗？你没当过父亲就想要演一个伟大父亲，还被我看穿了，你真他妈演得太烂了！我让你闭嘴，你没听到是不是？现在你就要死了，死灰是不会复燃的。但是于静慧，把尸体处理干净，多找几个人，查清楚他和那几个同伙最近都去过什么地方，务必尽快找到盖德。我不理解，如果你当时向他承认你不是那位，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了，根本走不到今天这个地步。为什么？大家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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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那威，大家好。谁呀？
大家好，我是那威。这将是你一生中最伟大的表演。我就是那威。迟早总是要死的，总要有听到这个噩耗的一天。明天，明天，再一个明天。这个颜色好，逛街的时候穿。对，逛街的时候还得有点可以走路的鞋子哎。鞋子，鞋子，鞋子，就你啦。阿美，哎，来啊，姐，看看那些衣服鞋子有没有你喜欢的？有喜欢的拿去穿啦。这么多衣服。你都不要了，这都是全新的，还有吊牌呢。您确定不要了？不要啦，确定。哇，您这是要搬家还是出远门啊？搬家？往哪里搬啊？我呢要带着他们两个出去散散心、旅旅游。我觉得你们早就该出去散心了。你看哦，夏夏呢？也辞了那个工作，思远呢，大学也毕业了，这个店里有你和老金帮我打理着，什么都不用我操心，时间充足，阳光正好，想玩什么玩什么，哎，想走到哪儿走到哪儿，想什么时候回来，哎，就什么时候回来。这也太让人羡慕了。姐，那你们什么时候走啊？我恨不得现在就走呢。哎呀，倒是这两个孩子告诉我呀，今天是我生日嘛，不要在家里给我办完生日再走。两个好孩子，蛮孝顺的，我没有白疼他们。姐，这双鞋你也有啊？我记得当年这个鞋特别的火。当年的限量款。同颜色的一个码数只有一双。那我看你舍不得，要不我帮你收起来吧。扔掉了。行，那我下去了。
呦，都是衣服，记清了啊。买什么去了？大包小包的。这不过几天去海边吗？美华姐说让我给她弄点潜水设备，我说那儿都有，她非说有备无患。赖克白，雪，雪，姐，好，说报告出来了。他也联系过我了，一起去吧。会议室等我一下。那把枪不是美华姐的吗？之前在尸检的时候，我在赤白的肩骨中发现了一枚旧弹头。后来技术科的同事们去鉴定，就很快地锁定了枪的型号。但这些信息并不足以定位具体的枪支。但你现在已经有了怀疑对象，对吗？直到我发现，杀死铁心的那把枪和杀死知白的枪是同一把。只要用疑似枪支和之前同样的子弹，再射击一次，然后对比两个弹头的痕迹，就能确定是不是同一把枪。舒和是怎么和你说的？他什么都没跟我说，就是让我把枪带过来。我也没问，反正如果比对成功了，他自然会告诉我们一切。要是没成功的话，正好我们可以踏踏实实的回家，然后给妈过个生日，然后后天一起上飞机。
这个是弹道检验报告。这个是我跟你说过的20年前关于 AH7的凶杀案的卷宗，已经过了诉讼期了。你们自己看吧。能给我半小时吗？今天是他生日，我答应了，要给他做马甲线下面。怎么回事啊？回来啦！打电话你们也不接，有没有领导啊？快去换件衣服啊！没事，我去给你做面。哦。生日快乐，妈！谢谢。嗨，你姐姐呢？她可能是在哪里躲雨吧。啊，你等我一下，还有个礼物给你。还有礼物啊？这双鞋我小时候见你和妈一起穿过，当时就觉得很好看。试试吧，看看还合不合脚。好。合适。美华姐，你才是真的那位。对吧？
冷不冷？不冷。哎呀，去睡觉。这是我的衣服啊，你看看能不能穿。我看你这鞋也破了，觉得咱们俩脚也差不多大，你试试啊。我没穿几次，我自己来。哎呀，这孩子这么小，怎么这种天气出门呢？行吗？合适，合适的。哎呀，这雨啊，一时半会儿也停不了。你们呀，就在这住下，好好休息。有什么，明天再说。我饿了。睡觉。睡着了，肚子就不叫了。乖。是这样，我们收到外地警方的协查通知，这个女人把她的老公给杀了。你们村最近附近有什么可疑人员，尽快上报。包警官，这个女的看上去文文弱弱的，不像是个坏人啊。人不可貌相啊，老哥，死的那男的可是搞毒品的，他能是什么好人？对，安警官，大热天的出外勤，辛苦了，我去给弄个椰子，顺便让我老婆也看看。谢谢老哥。大哥，大嫂，孩子还没醒，能不能跟外边的警察说一声，一会儿带我走的时候小点声，别吵醒孩子。我们也是看你老实，一个人大晚上带个孩子不容易，所以才把你收留下来的。可是你这……不是的，死的就是我们娘俩。这伤落在我身上，我能忍，我在乎；落在孩子身上，我只能拼命。大哥、嫂子，夏夏懂事。好孩子，不会给你们惹麻烦。
你们都是好人，我走了，这孩子。妈妈，我饿。妈妈。夏夏呀，你先上楼去啊，等会儿阿姨给你做好吃的啊。上楼。妈妈。听阿姨的话，乖，上楼去。大哥、大嫂，孩子就托付给你们了。起来，起来。老哥，要是麻烦就算了吧。哎呀，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生病就好好休息，快上去上去，家里又不缺你一人干活。哎呀，你看这还你们家是有病人啊？不能做事的啊，快点休息。哎呀，那是我老婆家里的一个小表妹，来这里已经很多天了。哎，天生就是伺候人的命，嘿，生了病还要下来干活。建兰就不一样了，啊！咱这村子呀，老廖说话还是算数的。再者呢，也偏，平时没什么人来。等以后风都过去了，再想办法。大嫂，以后啊，可千万不能干这种傻事啊！好好做人，好好把孩子带大。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报答了。我一定要过上好日子。思源，谁都有资格指责我，唯独你不行。你在说什么？说什么 ？AH7，由甲基苯平胺演变来的，是一种跟病毒类似的新型毒品。致幻效果是普通毒品的数十倍。孩子的爸爸是个化学方面的鬼才，研究了几年才弄出来的。这个肯定能挣钱。可这是犯罪呀！我没错，但我需要人手。以前是你想过好日子，可是这10几年，你有无数次收手的机会。我们不但没有收手，为了扩大生产，拉了更多的人进来。努娜、泰树、宋恩，但他们不知道配方，也不知道我的存在。即便这样，配方还是被人顶住了。大卫先生要买段配方，那就给他吧。
等拿到钱之后，把工厂、房子全都赎回来，大家不都就可以过着像以前那样安安稳稳、踏踏实实的日子了？都说好的事儿了，你说你还在想什么呀？你让我再想想。县上还有点急事要处理，如果你们考虑好了，直接把配方交给我就可以了。我们还是想跟那位先生当面聊聊。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。如果你们还没商量好，那就慢走不送。那位先生想买断配方，垄断 AH7，我们理解。但垄断永远都是排他的。以我对那先生的了解，如果交出配方，我们还能活着走出去吗？配方不卖，可以合作。你们想怎么合作？后续的几年里，因为有配方的存在，我们和那位互相牵制，各取所需，相安无事。但我和你父亲的关系，也一度到了爆发的临界点。直到有一天，那位约我见面，我才知道，原来知白一直在暗中调查他的私生子盖德。廖知白一直死咬着我们家盖德不放，不杀他，我难受。可要真杀了他，廖念国肯定跟我翻脸，咱们生意也会受到影响，对吧？哎呀，美华呀，我好痛苦啊！你可不可以教教我，我到底该怎么办呢？知白跟我的亲生儿子一样，这个你也知道，我是不会伤害他。我还以为啊，能够亲手杀死老公的女人，不会那么优柔寡断呢。
那位没有想到的是，即便没有那张通缉令，他也会死。只是在他拿出来的那一刻，宣布了他的死亡时间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老天爷都在帮我。我必须说服你父亲，约他来永安村，借此机会除掉那位。因为知白一直在暗中调查，那位已经动了杀心，我们没有退路。那位不死，死的就是我们。但是我已经答应了知白，会去自首。你要去自首？啊！我问你，我们每天的产量是多少？我们的地接人员有多少？我们的销售渠道有多少？我们的运输线路有多少条？每一个数字后面都是一个人。你这么做会害死所有的人。自首。你去，我陪你。我意识到你父亲是多么懦弱和天真，我只能靠自己。最后说服他，利用配方把那位骗出来，然后杀掉那位，他就可以去自首了。其实我早就知道，没有人能活着走出那场大火。但老天爷似乎跟我开了个玩笑，知白并没有在那场大火里。我太了解知白的个性，只要他还活着，一定会不死不休地查下去。他还是会毁了所有人，所以知白必须死。吴律师你好，我是白涵的同学，我姓廖，是他给我介绍您的，是有些事情想跟你请教一下。就从这个法律层面的话，如果有参与制毒贩毒的话，就是除了自首之外，有没有？在命运面前，谁都没有选择。亲人、朋友、孩子，你们都是我的家人。你们每一个人的离去，就像一把尖刀从我的心上划过，在一边流血，一边结痂。那场大火烧尽了我的过去，重塑了我的未来。那一夜，我接受了自私和欲望，获得了真正的自由。我没想到的是，那位敢偷偷制造 AA 之气。我后来啊，
派人去查过，说是炸毁了果干工厂的炸药，几乎埋满了整个厂子。这可不是刘海逊的风格啊，是你吧？我警告过你，绝对不许碰毒。那位名下的产业够我们活几辈子了，你听明白了吗？不碰毒品，你开什么玩笑？这几年咱们的生意越做越大，你该不会真以为自己是什么商业天才吧？再说了，当初想要你的配方，为的不就是要用毒品去打通各路的关系吗？你不要忘记，你不是那位。哦？我不是吗？他是个戏痴，偏执狂，他已经无法自控了。从我第一次见到他，我就知道。你好。对，我看您睡着了，是我表演的不够好吗？大家对表演的理解都太浅薄了。你看，一提到演技就是会不会哭，要么就是一些所谓的学院派，开口闭口都是当下最流行的布莱希特。但斯坦尼的表演体系才是最经典的，体验角色，成为角色，真正存在于舞台上，不是表演，而是生活。知白死的那一晚，我警告过他，绝对不允许去见知白，但是他不肯听，我也只能把他视作弃子。就像我父母一样。不一样。这次我的心没有流血。所以你早就知道，铁心会和我各有一场交易，你就派人跟着他，找到盖德，杀了他，然后利用盖德彻底的除掉了那位，除掉最后一个知道你秘密的人。故事的开头总是极具温柔，从女儿到妻子，再到母亲，这几乎是每一个女人的一生，在颠沛流离中完成身份的转换。但是这一切都不是我想要的自己。直到我把他捅进那个男人身体的时候，直到那场大火烧起来，我才懂得，如果你敢于承认自己是受限的，你就会感受到自己是自由的。我真的渴望自由，从此我不再委屈我自己，不再讨好任何人，不再被黑白评判。虽然做出很多让自己后悔的选择和决定，
谢天谢地，我获得了自由。梅花姐，我知道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不公平。你想要抗争，你想要自由，你想要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，可以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些因为你而直接或间接受到伤害的人，他们也跟你一样，是被原生家庭逼到无路可走的女儿，是被错误的婚姻毒打一生，遭受非议的妻子，是命运不公，就拿自己的一条命为孩子讨回公道的母亲。甚至有的人，他哪怕谁也不是，他只是想做真正的自己，却也要被生活百般歧视和摔打。他们每个人都是曾经的你，你手中的刀刺向的不仅仅是那个曾经伤害你的男人，也刺向了曾经的你自己，那个挣扎、困顿、绝望的自己。即便这样，你依然觉得自由吗？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对别人、对这个社会有意义的人。我们有权利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，你有权利只为自己而活，但是这一切有一个前提，不能伤害别人。执念啊，人死不能复生，死灰不可复燃。但于今会，你会杀我吗？
瘦了。不用来看我，没法接受，就别去面对，做你想做，过你想过的。女孩子嘛，就得活得自由一点，自由才开心呀。妈，谢谢你为我做了那么多。虽然你嘴上说着是为了你自己，但我心里都清楚。对不起啊。没能保护好你。傻丫头。在我心里，你是最好的。我骄傲。我也有梦想，即便没有一个好的开始，也期待有一个好的结局。想想，好像现在才是最好的。能看着你长大，开心的活着，就是我最幸福的结局。替我照顾好你，还有弟弟。放心吧，我会和思源好好的，我们会健康、快乐的活着。你一定要看着。好。我看着。长大了，不怕。
哥，好久都没去看你了，实在是最近工作太忙了。我没有成为一名警察，还是选择当了一名老师。上周让他们写了一篇作文，题目是《我的哥哥》。老师，我没有哥哥。老师，我也没有哥哥。老师，你有没有哥哥？那我们今天就换个题目，写我自己，好不好？好。现在这帮孩子太可怜了，连哥哥都没有。你有？我有爸爸。舒和现在就是警局一名普通的警察。舒和，新案子的宣通到，去取一下。好。我去吧，我去。那怎么好意思？那行吧，你帮我拿一下。好的啊。不过听说他的调令已经到了，官复原职指日可待。白涵判的久了点，我上周刚去看过他。阿甘和阿泰已经出来了，他们包下了那片虞美人山坡，开始了直播卖花。他们把你和我姐的故事讲给了很多人听。至于我姐，辞去工作之后，开始了她的环球旅行，然后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关于 DID 的研究。但是她前2天突然告诉了我一件事。他在距离这里很遥远的地方，发现了一样东西。小径的走廊，没有月光，没有神指引方向，回忆滴在我的心口中央，安静里只剩下空荡，虚假的真相未曾该被掩埋被遗忘，越陷却